开始我们的第2轮对决，看一看即将对决的3支小队会是谁？请看大屏幕。欢迎不宁不宁气死你队的翟佳宁、徐不气。有请陈数、林简七。最后欢迎风味肉食的小队杨凯峰肉食动物。这一轮要进行对决的是徐不气、陈数肉食动物。率先要上场为大家表演的这位朋友呢，在我们喜单舞台上前2次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清新的色彩，掌声有请徐不气。我们是不宁不宁气死你队。这名字谁想的？我想的。OK， 变了。我原来叫翟佳宁不生气，他说很 normal， 所以毅然决然选择了不宁不宁气死你队。感谢不宁不宁，我们一起喊一个不宁不宁气死你队。来，3、2、1，不宁不宁气死你队。因为这个最有创意，比较有综艺感。对，这3季一直强调这个事儿，3年线上了，得懂点事儿了。从对抗路友谊赛到友谊路对抗赛，感觉山东了啊，倒装了一下啊，对，山东倒装就是对，感觉也挺好吧。那我希望咱俩都能晋级。宁老人家今年还得摘冠，徐徐清风般的天籁之音。不会冷的现场，气死其他的对手。真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不气。第一期说了我没有负面情绪，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也不是真的没有负面情绪，只是我发现现在我好像能允许很多事情发生。我觉得我可以对所有事情说没事儿，所以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是没事儿人。今天我去理发店洗头，头你说我头上有脏东西很难抠，我闭着眼睛脸都在抖，他说你很痛吗？我说没事儿，就是你很需要我头上那颗痣吗？需要的话你就拿走。我是没事人，痛也不吭声，就算头你喷头拿不稳，我也会说没事儿。我正好尝尝水温。头上的托尼，他也是一声不吭，半天憋出一句你头还挺沉。我咬着牙齿生气万分，我说你要洗后标可以翻身。我是没事人，难受也不吭声，托尼把洗护套装挤了一蹦蹦，我说不用，他说没事儿，老板不知道，他也只是兼职的大学生。那天洗完头啊，我头上流着血，但飘着10几种香。他问我他适合干这个吗？我说你干什么都会成功的。你看你手里有什么？有我的痣，有痣这是京城。去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他有一条浴巾，先擦脚后洗头。我拿着浴巾手都在抖，我说你一条浴巾够用吗？他说没事儿，我这条浴巾啊分区域的。我一头擦脚一头洗头。我是没事人，难受也不吭声，就算他拿浴巾让我闻闻，我也可以只闻香的那头，但香的那头也有脚臭。因为他浴巾一挂头对头。
我忙碌一周，终于能好好休息，于是请了一个阿姨来打扫家里。阿姨夸我的房间很干净，我听到之后一阵窃喜，因为就在刚才啊，我是拖了地，又倒了垃圾，我还下楼把头洗，我甚至把男朋友赶出去，现在家里没有一点脏东西。阿姨进屋也是一声不吭，她说这里有条抹布，你扔不扔？我说没事儿，阿姨你先别扔，但你可以用反面，搞卫生。我发现我总是这样，就现在遇到什么事儿啊，第一反应就是说没事儿，但我也希望我能一直这样，不用在乎那些焦虑、情绪或者破事儿。比如父母总是催婚，我说没事儿没事儿，到点我肯定把张凌赫领进门。老板说戒不戒我抽烟啊？我说没事儿没事儿，你想抽把这破公司点了都成。不弹吉他也没事儿没事儿，我诗朗诵也没事儿没事儿。我谢谢大家。也没事儿没事儿，我洗一次头就送一颗痣，我志在四方方能成事。我是没事人，你大可不必心疼，我没那么多的不服不忿。我是没事人，不和世界抗衡，祝没事的人大获全胜。谢谢各位。谢谢徐福记的表演，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这个咱们必须先问问任科了，怎么样？这段音乐表演，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写了多久啊？这首歌？哎，这段脱口秀。不承认它是音乐是吧？断断续续也有好几个月了，因为它是之前的一个 demo， 然后拿出来又改吧改吧，现在成这样。因为我听过很多那个低水男音啊，就很多就也是用那个来讲故事的，弹着那个三弦或者二弦呢，或者乐琴之类的，讲一段很长的故事。我很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表演。我觉得段子本身如果抛开音乐，可能我yes you know， 但是加上音乐，对他给我的感觉会特别有趣。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温暖然后温暖里有那么一点心酸，而且他又能通过这个弹唱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挺厉害的然后刚才那个毛巾那个很形象，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在文学上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这两头，我觉得这是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不知道那个麒麟就是咱们相声那个有弹东西急的相声，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会儿也是这东西特别风靡，然后就也有相声，对，有演员拿着吉他，那是两个人嘛，一个人弹，还有一个捧哏是吗？他自己弹肯定是自己唱自己表演嘛，捧哏在旁边去吐槽他这件事儿嘛，吐槽这行为。我可以当那个捧哏，对，我们合作的话可以。我是在毛巾那儿拍的，但我就也会有更多的期待，希望有多一点像毛巾这样子的小点。你就好像在拆解好多自己内心的 OS 给我们听，然后我看你这次换了一个耳挂，是会觉得更自在一些，是不是？对，好像是舒服一点。上次庞博老师建议我说你能不能试一试嘛，然后我就想这首歌正好可以加几个大动作，对吧？然后我就换上去了。每次看徐福气的表演都特别舒服，因为今年他应该是一个很亮眼的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新人。他一开始说他的第一段说完了以后，我觉得是给自己打开了一扇门，也把所有门全关上了，因为他是一个这个没有烦恼的人，没有那个的门，因为这个脱口秀经常会在一些点里边去找一些这些创作的这个根本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舒服，尤其你里边的一些细节，像那个头碰头啊，那毛巾，那个确实是太逗了。因为第一轮说没有负面情绪，后面我就一直在想，虽然说我的负面情绪会比较少，但是我觉得我的感受力还行，所以说我觉得我其实是能感受到身边人或者这个周遭的环境，大家是有一些焦虑啊或者压力的，所以这首歌可能没有那么爆笑啊，但是我觉得想说的都是我
表达都是我想说的东西。大家越走，这个都是内心更细微的一些小的情绪跟共鸣点。谢谢徐步器，谢谢，请回到休息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今年来到了3.0版本，所以请大家静下心来，仔细进入他的故事。我们掌声有请陈数。陈数0.7，这样喊出来的时候就不尴尬。我本来还起了一个同行道啦啦队，但我担心喊的时候会非常尴尬，所以就起一个不尴尬的名。这段时间就比较紧，是吧？我们应该12天的准备时间，打台球、钓鱼、攀岩、羽毛球都捡起来，太丰富了。我就是身体一直这赛段一直低烧嘛。我一生都那么坚强，生病了不让人脆弱，一生如履薄冰。最后要写稿的时候，进入了这个电视剧时间，就想看电视剧，差点没抽离出来。这赛段是最紧的，然后我又平时几乎都不生病，偏偏这赛段一直在生。我真觉得淘汰吧，我感觉有时候太残忍了。别说了，万一是我呢？如果能晋级，加油吧，整吧！哈喽，大家好，我是陈数。今天呢，想给大家演一个不太一样的小节目啊，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做的绘本。想看吗？想。OK， 那么既然要出绘本、出书呢，那自然就少不了书最重要的妖风。双雪招倾家荡产推荐。笑道无力，黄渤笑成黄渤。治愈神漫，黑灯复明。我都看不了这个。以上推荐呢，均未经过本人同意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欣赏陈数的喜剧绘本《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通常有这种说法：高处往往有更多的植物和叶子可供它们觅食。因此，蜗牛就会开始往上爬，白天爬5米，晚上滑4米。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秋天来了，叶子都落到了地上，于是蜗牛开始往下滑，白天滑5米，晚上爬4米。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树又长高了。蜗牛叹了口气，真难啊，高树。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通常有这种说法：一只蜗牛掉进了深井里，白天爬5米，晚上滑4米。充满智慧的人们都在讨论它会在第几天爬到终点，最终却没有一个人去搭把手。麻木不仁的人类呀！蜗牛这样想着，于是蜗牛放弃了，一直滑向井的深处，白天不出门，晚上不出门。就这样，蜗牛变成了井底之蛙。井底蚊子很多，于是井底之蛙点上了一盘蚊香。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还有这样的说法：蜗牛也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于是蜗牛发愤图强，白天爬5米，晚上打滴滴。终于，蜗牛爬到了法国，这里的餐桌十分恐怖。麻木不仁的法国人呐！这个吃蜗牛的社会。蜗牛继续赶路，爬到了瑞士，这里的雪山十分寒冷，蜗牛缩到了壳里，变成了瑞士卷。
最后，蜗牛回到了国内，终于摆脱了食物的命运，成为了一个新能源车的门把手。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通常有这种说法：蜗牛在干燥情况下会爬到墙壁上，用粘液封住壳口，将自己粘在墙上。如果向它们喷上水，就会复苏。于是小明拿着水壶来到了水池边，每过1秒流入5毫升，流出4毫升。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小明患上了静脉曲张。不过幸运的是，水装满了。妈妈夸奖小明很有毅力，于是小明拿着这壶水，帮妈妈洗了第1次脚，然后向蜗牛浇上了洗脚水。从那以后，小明每天都接水帮妈妈洗脚，左脚搓5下，右脚搓4下。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妈妈的强迫症犯，十分生气，打了小明耳光，左脸打5下，右脸打5下。就这样，在60岁的时候，小明用一生治愈了童年，而蜗牛依然在治愈脚气。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也有这种说法：爬到高处可以提高找到合适伴侣的可能性。一只地上的蜗牛遇见了在高处的心上人，于是在地上用粘液写字告白。白天爬5米，晚上爬4米。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 ，I love you 被拒绝了。为了掩饰尴尬，蜗牛只好继续向前爬。I love work。终于，蜗牛又遇见了别的心上人。就这样，蜗牛掉进了爱情的深井里，白天爱5个，晚上忘4个。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蜗牛爱情的深井里已经人满为患了。于是蜗牛当上了2房东，客厅隔5间，卧室隔4间。就这样，蜗牛的深井变成了一个法式蜗牛披萨。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通常有这样的说法：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阿树阿上2只黄鹂鸟，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呐，现在上来干什么？阿黄阿黄，梨儿不要笑，等我爬上，阿西阿西哈哈在笑它。终于在第6天的时候，蜗牛偷走了鸟蛋。白天偷5个，晚上偷4个。于是蜗牛孵起了鸟蛋，白天孵奥运，晚上孵奥迪。终于，黄鹂生气了。白天闯5关，晚上闯4关。就这样，小明被学校开除了。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小明的爸爸妈妈和老师并没有向他耐心解释。长大后，小明离开了家乡，外出打工，白天打5份，晚上打4份，双周上5天，单周上6天。就这样，小明成为了一个永远也不知道蜗牛为什么往上爬的大人，空有一身的财富和一身的静脉曲张。关于蜗牛为什么往上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当人们讨论答案的时候，蜗牛已经在往上爬了。谢谢大家。谢谢陈述，好有意思，真好。喜欢陈述这一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关于陈述为什么这样演，我们白天这儿有5个人，去
去年那个你差点走掉的那个赛段，哭的那个赛不是没哭啊。其实我有很多想法，其实，在单口里不一定能承载好。你把那种哼哼唧唧在那说嘛？对，就是说，我要是继续往下走的话，我就想写漫画，我想写绘本。对你还记得，太感谢了。我记得，我很喜欢，但是我想说，这个这么妙，现在就要用啊！没想到今天能改这么妙，现在。对，因为也有一段单口一直在改，因为我这赛段身体确实出点问题，然后一直在持续低烧什么的，然后到最后那个单口最多也只能改成比较普通的。这水准吧，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还不如演一个有意思一点的东西，就如果无论淘汰还是晋级，可能会好玩一点。我觉得你好适合这个，对吧？就是我觉得陈数做这种事，你就觉得特别的适合跟这个画面配在一起。上一下链接吧。哎呀，这个可能说的就有点过分了，但是它特别像一种启示，就是它有一种神性存在。所以你留这发型哈，那个不是，就是我觉得往常啊，这3年我听了陈数很多脱口秀了，然后但是没有这一段的时候，你在表达的这个状态让我那么动容，让我特别，他都不是说听进去那么简单，就是让你不敢不听，就特别像他在给你讲述一种寓言，他有一种似是而非的那种感觉。对，我就追求这种。你觉得有点深意，但可能没有，但可能也有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早就想拍了，我忍了好久了，忍你。后面我再拍，在那个去法国的时候我就想拍了，因为我刚从法国回来。您不是从连云港回来吗？那之前对，从戛纳回来。而且也吃了蜗牛了，对，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只。对。而且就是我刚刚也很喜欢，因为就像那个郭麒麟说的，有点寓言故事的蜗牛的奥德赛时期，对吧？他历尽艰辛，到处 ，you know， 而且我还给你的绘本加上了色彩，因为我早年看过很多那种捷克动画，都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抽象。这个故事完全可以达到那样的水准，哪怕变成绘本，就是一个漫画书，会非常精彩的。也非常感谢，其实这个其实本来没有这么好了，也是临时前几天非常多的朋友提供了我非常多的帮助，非常又有点哽咽，非常感谢他们，非常感谢，包括很多工作人员。就是演这个其实要克服非常多困难，就是技术上的。非常感谢，不说了。这个之前好像没有在国内见到过，也有类似肉食有过哦。好像我见过在国内，日本好像有过这个叫翻版，是不是？对，翻版笨蛋节奏，我的偶像。我觉得就是你还挺勇敢的。其实可能别人更加的在乎说这个里边有多少爆点，有多少能够拿分的地方，能够怎么征服观众。但是陈数已经悄悄的在往上爬了，非常好。双雪涛老师呢？您愿意倾情推荐这本绘本吗？我肯定啊。这不能倾家荡产，能不能？然后我觉得刚才麒麟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东西，这种莫名其妙的庄严感，故事本身其实有很多可以联想的部分，中间有一段都整到鲁迅上了啊。对，他还是有一些巧思和哲思在里面的。感谢，擅自用了您的名字。所以说这个画是谁画的？我自己画的啊。我也问点技术问题，那他这个翻页的节奏是怎么？翻页节奏是根据我那个，是我自己控制，这样更能契合一点。所以其实整场演出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完成。我觉得他的语气也很厉害。他的语调，这个腔调很厉害。我之前看他那个表演，就是他其实很镇静的在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点定力，因为传统的翻版是那种节奏非常快的，是在说那个。你这东西很静，就是需要很强的那个能量，很厉害。谢谢陈数，谢谢。请你先回到休息区。关于陈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类，他的朋友们是如此陈述的。以下是我的陈述。陈数是一个可爱的人类，陈数是一个类人类。陈数是一个温柔的人类，他的作品是温柔的，我觉得他的幽默和才华也是温柔的。就操心命，操心命，他会替所有事操心。他对我们朋友非常好。怎能忘记昨日朋友？关于陈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类，
陈数是一个很鬼马的人类，陈数真的有在好好守护大人心中唯一那块不多的童真。他像一个小画家，一个穿着人字拖的小画家。他是一个想象力很丰富的人。就我们看见一个水瓶，只是一个水瓶，他就会在想这个水瓶可能乌鸦开始补水了。你这怎么来了？我刚才搓了一下水杯，搓了3下，他就。关于陈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类？陈数就是喜剧天才，他不是陈述句，他是感叹句，他是问句、疑问句。关于陈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类？我只是一只蜗牛啊。关于陈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类？是一只蜗牛，一只灵光一闪的云中鱼，会永远相信人类的人类。确实啊，陈数这个让我想起那个 Dimitri Martin， 他也是一个美国的脱口秀演员，他也是台上形式很多样，然后有很多的不同的表现的风格，音乐也好，绘画也好，包括像他自己也会做一些艺术的，就是幽默的画展。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打开脱口秀的思路，挺有意思的。咱们今天这组对决确实很神奇啊，就是先是徐不器的音乐脱口秀，然后陈数又带来一个漫画翻版，接下来这组风味也很特别，我们掌声有请肉食动物。我们真正的队名是风味肉食，我负责风味，我们负责肉食。来了，老弟，我们有味道，香飘万里。谢谢凯峰。是吧？关于这个帽子，谢谢大拇指。Hello， 让我朋友买顶帽子。来，对，很帅的这个。等一下，好吧。凯峰是谁的吗？我是大木，我是凯峰，我是晃晃，我们是风味肉食。我感觉这个是最适合我。喜欢这个可以 ，OK， 随便放。哎，不客气。我超喜欢这个帽子，这帽子配上我这个小卷毛，我觉得没人这么组装过，很好。我一直以为凯峰会挑一个像晃晃这种大一点的、比较绅士一点的，结果他竟然挑了牛仔帽，内心还是很狂野的。支棱起来，大家都是英雄好汉。谢谢大家好，我是大木。哎，大家好，我是晃晃，我们是肉食动物。最近看了很多西部牛仔电影，我也很想看。那我们今天就演牛仔怎么样？可以啊，那我演牛仔，你演牛。我不演牛，我演牛仔。那你演牛仔，我演牛。你也不演牛，你也演牛仔。我们俩都演牛仔。哎，那谁演牛？不，没人演牛，没有人演牛。我们俩都是仔。谁跟你是仔仔呀？我们两个都演牛仔哦，我们就演这个牛仔电影里面最经典的桥段决斗啊，就那种。哎，对，我们就从骑马登场开始，好吧？骑马登场，帅那种是吧？哎，对。瓜大大，马呢？滋，我的爱马。谁让你骑个破电瓶车上来的啊？老快了，4条腿的。就是你要跟我决斗啊，小胖子！问你说话呢？骑什么旋转木马呀？说了可爱呀，就是你要跟我决斗啊？对，就是我，胖，我就是杰克，外号快枪手，胖。吹，往外吹！我就是小帅，外号那个男人。电影解说呀，真的，你得起个跟我差不多的。我叫比尔，外号最快枪手。那个广告法不能说最，你知道吧？换一个。我叫比尔，外号贼快枪手。东北牛仔啊？那咋地啊？换一个。我叫比尔，外号快手。不是牛仔干直播是吗？家人们，我一会儿要是 PK 了啊，麻烦上票。谁跟你 PK 这玩意儿啊？我先让你开眼。我的这把枪型号是勃朗宁1935，我这把翟佳宁1994。
这枪也太暴力了吧！拿过奖的枪，开玩笑的。我给这把枪起名叫 Dice， 我这把叫杠，就直接翻译啊，简单了。我的枪一响，死神就会降临；我的枪一响，博尔特就会起跑。发令枪啊！我每杀一个人都会在枪上刻上他的名字。我每杀一个人，就会把他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刻在我的枪上啊！你看，我赌你打不中我头上的苹果。那他赌对了呀！哎，你看还有这个阿门，不是人家决斗前祈祷你打呀？不是啊，他自己说的，让我瞄准他。那是瞄准吗？不是，还有这个3，不，谁会在死前说3啊？哎，还有那，我不看了，我让你看看我的枪法。看见远处那个罐子了吗？当当当当，我打起来了。那当然了，哎，看那罐子吗？当当当当当当。你打超级玛丽呢是吧？1比0。这样，我打个远的，砰，咻，吧嗒，鸽子。哇，看我这个，砰，咻吧嗒，兔子。兔子哪来的兔子？对不起啊，嫦娥。嫦娥的兔子是吗？2比0。你这样，我再打个小的。看见这枚1块钱硬币了吗？叮砰！哇，打中了。那当然了。损坏人民币要罚款5万。我打的是美元，好吧？美元，该你了。看到这1块钱硬币了吗？这是井盖吧？有这么大美元吗？美元最近不是通货膨胀吗？它这个膨胀啊，它不是物理上的膨胀，你知道吧？就小一点1块钱硬币。看到这1块钱硬币了吗？叮砰，当当当当，2个5毛的。你给人找钱去了是吗？哎，家人们，价格已经打下来了哈。还不喝呢？你这样决斗一个，我不要这玩意儿，你自己揣着。我现在就要跟你决斗。来，准备倒数99、99啊！太长了，3、2、1，怕你反应不过来。我能反应过来。3、2、1，砰！3。3是这么来的是吗？第11个。你这样，你只喊2，你只喊2就好了，好吧？只喊2，行，来，好吧。3、2、1、3、2、1、3、2、1，又咋了？死循环了。只喊2啊！我让你只喊2，没让你一直喊2啊！不然，你这样，我来喊3、2、1，砰，然后我们同时开枪，然后你中枪。不，你中枪，我中枪。哎，凭啥？我是主角，所以你得中枪啊！啊，剧情上。哎，你中枪，你中枪。来，3、2、1，砰！汪汪汪！比尔陷入了回忆。亲爱的，我今夜要去决斗了，加油哟！放心，我一定活着回来。为了我的家庭，我不能死呀！砰！你为什么没事啊？你怎么还出现人生跑马灯了呢？不都这么演的吗？不是，你这情节要出现也得让我出现啊！真强！不是，我是主角，让我出现，让我出现。拿去。3、2、1，砰！哦，砰砰！不是，直接补枪补死了。为什么不能补啊？不是，你让我回忆完，我得回忆完。汪汪汪！你老子手有点短啊！你管那么多呢你？企鹅吗？亲爱的，今夜我就要去决斗了，加油！放心，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为了我的家庭，我不能死！砰！还不死！砰！我怎么还不死啊？当当当当，2个5毛的。漂亮！谢谢大家。谢谢肉食动物。喜欢这段漫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请锁票。谢谢肉食。任科老师，先问问您吧，您也是一2人组合这么多年了，看他们的表演什么感受？非常精彩，因为我看过他很多漫才，然后呢，我也很喜欢西部片，对，然后这样一结合 ，you know，
I know， 没道理。而且我是在看的时候，因为曾经其实我也编过那个类似这样一个段子，黄渤老师应该知道。我们在那个另外一个节目，我刚冒去演那个喜剧，1年1度的时候是不是？发廊那个是吧？啊，跟蒋龙他们一块儿。对。因为茂不想参加那个节目，但是我又不能个人去参加，因为5条人去参加费用拿得高一点，然后就说服他了。我说你上场，我就编一个段子，就一枪爆头，他就下去了。对，然后他就不用再演了，但也分钱。Yes， 平分，分成2克5毛的。我拍在3那个位置了。对，我是觉得他们出来那3的时候，我就看他想后边怎么用，我还是很妙的，节奏也很好。我就是觉得我还没听够呢就结束了啊，我是以为后边可能还有，有点戛然而止，是不是？对，我觉得正在演在很有意思的点上，但是节奏非常的准，一看就是来回碰的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但我还听说好像是，即便是这样已经很稳了。最近说这个开放麦一直没停下练，好像是。对，还是要因为改了很多内容嘛，还是要去试一试，不断的试，不然也不太好知道到底哪些效果会大概是到什么样程度。会想到很多电影吧，会想到那个《瞬息全宇宙》，就是你好像在平行世界里面干好多天马行空的一些事情的感觉，但是会有一点，就像刚刚双老师说的，有点没有彻底被满足的，可能对你们的期待也很大吧。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3就觉得很妙，然后就会期待更多一些。下次把它留着收底。对。哎，我特好奇问您一下，就您这个为什么？就是很多时候就到包袱的时候，您会节奏特别快的把这就带过去呢？就是您这包袱出来之后，马上紧接着就又到后边去了，就不会说到这儿等一下观众反应。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俩争执了很久，还想跟您聊聊来着。您说，我也好奇。其实我一直主张要等观众反应完了之后我再接嘛。然后他呢一直主张觉得说应该，不用管观众的反应，我们继续。也不是不用管吧，就是看那个梗的大小。不是，其实看那个梗的大小，然后看接的紧还是快啊？是，所以我刚才听的时候就感觉您有的，就我觉得可能要缓一口还是怎么着，然后您又接着往后就说了。看来我跟晃我们俩艺术理念比较接近啊。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俩从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开始吵的一个问题，也不叫吵吧，就是分歧。但俩人在一块儿钱给的多，所以说还是选择。我们也经常吵，对，在写歌的时候经常会吵的。你2个人在一起不可能一直一样，很正常。在线下演，你们有个梗的话，会等观众的回应，比如现在啊？好，没有，不是。你这等的有点长了啊。没有，其实刚才里面是有等的，比如像什么3呀，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梗还是会等的，可能有些小的梗我感觉不大需要等那么久，可能就过去了。我能理解，因为我们演出结束完之后，我们会退到旁边。然后等着观众 encore， 但有时候不喊的话，我们就一直在那等。他要不喊还回来唱吗？就是。肉食上一段讲了一个许愿池的那个故事嘛，这都是他们专场里拿出来的段子，大家细听，他们专场叫硬币啊，对，所以几段都跟硬币有关系的。谢谢肉食动物，谢谢，请回到我们身边。决斗吧，杰克！来吧，等一下，你身上穿的什么呀？这个吗？马甲？不是，拿防弹衣。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3位的分数。大宅得平均打败他们那组人20票。分。我们第3赛段友谊路对抗赛的上半场到这里告一段落。爱情。